16 Plus 真的可以入手嘞，散热改版，然后拍照也很不错，而且又可以玩新的相机控制按钮，还有 AI 功能，更不用说它的续航力，真的是这一次的 CP 值之王吧。今天就来带大家开箱还有实测 iPhone 16 Plus， 看看它有哪些优点跟缺点，然后我们也会实测它跟16 Pro Max 拍照的差异，新的续航表现还有散热状况到底怎样，这一代到底值不值得升级，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揭晓。那首先呢，在外观的部分，没有错，我这次选了这个绿色，非常的好看，它里面带了一丝蓝色，然后我觉得它整个饱和度呢，其实就是偏中等，因为我一开始看到那个绿，我以为它会是浅绿哦，没有想到呢，这个颜色它在室内之下看起来虽然饱和度偏中等，但是在阳光之下呢，还是会有浅绿的感觉。然后它整个配色的质感，还有它后面这个雾面玻璃，感觉都非常好，就是不会有之前那种亮面的塑胶感。那不知道大家这一次16或16 Plus 选什么颜色呢？我个人觉得那个粉色这次饱和度真的太高了，有种死亡芭比粉的感觉，还是上一代这个粉最好看。那这一次在外形的部分，它的镜头改成了垂直排列，但我更喜欢垂直排列。为什么这个不能出一个淡粉色呢？所以这次手机壳的开孔大家都有改版，那每一间的设计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它整体的重量啊，还有大小跟上一代都是差不多的，基本上没有变。那这次在外观的部分，他们新增了一个相机控制按钮。那我们昨天在介绍 Pro Max 的时候也有讲过这颗按钮，它其实蛮好玩的，它的用法非常多哦。那主要的控制方式呢，就是有滑动跟按压，然后它按压有分轻按跟重按。那最简单的用法就是你按一下就会打开相机，然后再按一下就会拍照。那今天轻按的话就可以调整参数，例如说调整焦距，你要近一点还是广一点之类的都在这边调。然后轻按2下可以切换功能，例如说你要调整景深啊、风格之类的。那这个按钮呢，我觉得要稍微玩一下才会上手。那上手之后呢，我觉得它还蛮灵敏的，就是切换不同功能非常的快速而且直觉，就是觉得在拍照这方面会还蛮方便的。尤其有这个按钮之后，你现在要用后镜头自拍超级方便。就是今天你不管要对着自己横拍啊，或是直拍都非常的方便，而且单手操作完全没问题。那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了解这个按钮的用法的话呢，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会出一个更详细的教学哦。而且这个按钮还不止这样子哦，因为这次16系列不是就是主打 AI 功能吗？那之后 AI 功能就是会陆续加进来嘛。那最快是下个月会有一个英文版，在18.1会推送进来。那主要呢就是之后会有一个功能可以利用这个按键来快速搜寻，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衣服啊、一个包包觉得很漂亮，然后你想要快速搜寻的话，就可以很快用这个按键拍起来，然后用它来搜寻。还有支援很多自动侦测的功能哦，所以可以说它很像 Google Lens 加上拍照功能，但是我觉得他们示范起来好像又更聪明一点。那再来要讲到这个按钮，其实它有一个问题，就是手机壳的开孔。就是如果大家这次有买16系列的手机的话，你们在挑手机壳的时候都要特别注意那个手机壳的开孔，它的大小还有深度，因为如果它可能开得不够大的话，你按起来可能有一些问题，就影响操作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 Make Easy 的壳就开得蛮好的，因为它上面其实有做一个弧度，那你的手指放上去就会很贴合，那操控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 iPhone 16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装上手机壳，但装上手机壳又没办法秀出今年的新色。买新手机不秀出新色怎么可以？幸好 Make Easy 的手机壳就完美的满足了我所有的需求。如果你像我一样刚换新手机，喜欢用透明壳的话 ，Bright M 不发黄军规透明壳可以让你秀出 iPhone 美美的原色。它使用了全透明抗黄材质，透光率高达97%。通过 SGS UV 抗黄认证，还享有10年泛黄换新保护，再防摔也不马虎，2.7毫米加厚边框吸收冲击力，达到16英尺防摔高度。另外，喜欢用手机支架的人 ，Make Easy 还有推出 MaxM 360M 指环支架防摔手机壳，超实用的360度旋转支架，除了可以360度旋转之外，它还可以无段式的调整倾斜角度，无论是吃饭的时候横地来追剧，或者是直立来看股票，都超级方便的。那这款很特别，就是跟一般的支架手机壳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中间的这个指环设计，让你可以安心的单手操作手机，像是 Plus 啊或是 Pro Max 这种比较大只的机型，让你也可以稳稳的单手打字。像有些人他们手比较小的话，使用这个指环支架单手自拍之类的也会超级轻松。你以为只有这样子吗？这一圈甚至还有支援磁吸功能，要充电啊或是使用配件都没有问题。这款手机壳也有通过美国军规防摔认证，最高达到16英尺的高空防摔，是不是超级全面的？不止防护力超强，还超多功能。还有呢是 iPhone 买新机，我们最怕的就是它的镜头被刮伤，像是你放在包包里面啊，就是会被钥匙之类的东西刮来刮去。还有 Make Easy 的 Lens 蓝宝石镜头贴，搭配新机有多款颜色可以选择。它采用原厂等级的铝合金，有3层镀膜技术，分别是2层抗反光镀膜，还有1层抗指纹镀膜。拍照不反光、不模糊，还能有效减少指纹残留。还有呢，就是你自己买回来贴也不用担心，因为它里面就有附对位神器，放上去之后就可以精准对好镜头位置，手抖也不用担心贴歪，然后贴完也完全不影响美观。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1年内镜头贴破裂的话，可以免费更换1次哦。现在到 Make Easy 官网下单手机壳，保护你的手机，输入折扣码 AppleMate 还可以享929优惠，赶快点击下方链接去看看吧。那再来呢，我们讲到相机升级的部分。那虽然说这次相机规格跟上一代大致上都一样，但是我们实际跟16 Pro Max 做实拍的比较，让我还蛮惊艳的就是我觉得实际拍起来跟 Pro Max 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差距之小。不过毕竟这次 Pro Max 在相机硬体上面其实主镜头是没有升级的，就是顶多色调啊是有差一些。硬要说的话，我觉得 Plus 它可能在肤色方面有一点绿绿的，然后看上去就有一点惨白。但是 Pro Max 的话，它的肤色都会带一点红润的感觉，看上去气色就会比较好。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在户外拍起来表现都差不多就是你猛的一看会觉得这两个根本就一样。然后在室内的部分，我不知道为什么 Pro Max 它在阴影的部分表现比较好，就是拍起来脸比较有立体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16 Plus 这次有一个升级的大重点，就是它的超广角镜头可以开始自动对焦，还有使用微距功能，感觉日常要拍一些电话号码、WiFi 密码什么的都会更实用。那虽然说它的超广角镜头是只有1200万像素，但是跟 Pro Max 它开1200的效果是差不多的。还有另外一个差异呢，就是 Pro Max 才有长焦镜，你在拍远处的东西会更实用。因为如果你今天用 Plus 去拍一个很远的东西的话，它只能用裁切的方式去把它放大。那在相机的部分呢，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功能，就是全新的摄影风格调整。简单来说呢，它就是滤镜，但是它是更细腻的滤镜。它里面呢就有非常多不同的风格让你去选，然后你选完之后呢，它下面有一个色彩牌，可以让你去选说你想要更鲜艳一点，还是饱和度低一点，亮一点还是暗一点都可以调整。比如说亚洲女生可能都希望皮肤更冷白一点啊，那你就可以进来调整。而且这个滤镜很棒的就是它会针对肤色，把肤色特别挑出来，然后进行优化，所以看起来就很自然。而且它最棒的就是它事前跟事后都可以调整，你只要进到相簿的那个编辑里面就可以去修改了。进到编辑之后，这边就有一个风格，然后你就可以左右去选你想要的色调。那选好之后按一下中间，它就会有一个更大的调色盘，你可以去选颜色跟色调。然后它最下面的这横条是调整不透明度，就你今天希望它不要那么明显，就可以选个例如说30啊或40%之类的，看起来就非常自然。而且我觉得这个功能很棒的，就是例如说你今天去不同的国家，可以调出不同的感觉。例如说欧洲好，我觉得欧洲非常适合金色，就是黄色调，因为那边的建筑大部分都是暖色的。如果你今天用冷色去拍的话，看起来就会很奇怪。然后像是日本或是亚洲就蛮适合冷色，因为建筑可能都比较新啊什么的，而且它还可以整批套用，就是你今天可以复制你已经做好的这个滤镜，然后把它套用到全部的照片。如果大家想看更详细的这个摄影风格怎么玩，例如说里面哪些参数怎么调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我要出一个更详细的相机教学这样子。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大家最关心的电池续航力还有散热的部分，因为其实这次16全系列他们散热都是有更新的。那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这2天实际的耗电量如何。就是昨天晚上呢，我们有去夜拍大概40分钟，然后中间呢录影跟拍照都有，然后是从77的电量掉到70%，所以就是掉了7%。那这样换算下来呢，大概1个小时会是10.5% 左右。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也做了很多拍摄测试，然后其中就有 4K 60 frame 的15分钟录影，然后刚刚大概也有拍照半个小时。那电量的部分是从100%掉到82%，所以这样子整体感觉测下来1个小时拍照的话，大约是10%左右的耗电量。再来就是我们有做一个发热的测试就是我们录 4K 60 frame 的影片15分钟，然后中间它都没有降萤幕亮度，非常的稳定。那最后结果就是我们测到最高大约是 41.8 度左右。那稍微给大家参考一下，16 Pro Max 它最高是44度，然后15 Pro Max 是最高50度。所以 Plus 这样子的表现其实非常好因为其实这次散热升级呢 Pro Max 上面就已经非常有感了，但是 Plus 感觉又在更稳定所以如果你这次换手机想要挑一个散热表现稳定啊，然后续航长，然后玩游戏又有优化的手机的话，我觉得这支真的可以冲了。那再来呢，不免俗还是要讲到这次发表会一再强调的 AI 功能。就是这次16全系列都是可以使用 AI 功能的，那最快呢是要等到下个月的18.1才会把英文版推送出来，那其中就会有包含写作工具啊，然后图片生成，甚至是有新的 Siri。但是很可惜的就是中文版还有其他语言可能都要等到明年才会加进来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斟酌一下，如果你的手机还可以用的话，是不是要等一下17这样子，因为搞不好中文版出来17都出了。再来最后呢，我们来讲到价格的部分，这次16是29,900元起，那 Plus 的部分呢是32,900元起。那这次16全系列都是没有涨价的，就是跟上一代都一样。
那再来我们来讲一下挑选16系列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哦。第一个就是相机性能的差别，数字系列跟 Pro 系列主要就是差在长焦镜头，还有这次新的 4K 120 frame， 就是 Pro 系列现在可以拍摄那个慢动作 4K 120，但是其他在实拍上面呢，我觉得差异没有到很大耶。就是我觉得数字系列它的相机就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人他们在日常需要拍照的需求，就是出去旅游啊什么的，我觉得它拍起来应该也会蛮好看，然后它的续航啊、散热什么表现又很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蛮专注在拍影片，例如说你可能也是 YouTuber， 然后可能有在拍 Vlog 啊什么的，那 Pro Max 的话，它 4K 120就非常好用，而且它这次又有一个新的录影室等级的麦克风。那个麦克风真的很好用，它录起来就真的很像专业麦克风录出来的，我觉得效果非常好。那在重量的部分呢，就是数字系列的16跟16 Plus 会比较轻，但是我个人是 Plus 还有 Pro Max 拿久了也是习惯，毕竟大荧幕还是比较爽啦。那在荧幕显示的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只有 Pro 系列才有120Hz 的 Promotion， 就是比较适合平常可能会用来看影片啊，或是打游戏的人，或者是你今天对那个荧幕刷新率特别敏感的话，刷起来就是会有差。但是散热跟续航表现的部分呢，我个人现在是觉得 Plus 有小赢 Pro Max 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长期比较下来才会知道啦。但是我觉得这次全系列都还蛮稳定的，而且呢，之后 AI 功能开放也可以特别关注一下它的散热还有续航问题，因为那个 AI 其实它就是会在背景一直学习你的使用习惯。所以以上呢就是几个差异比较，大家在挑选16系列的时候可以特别考虑一下。那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次16 Plus 表现如何呢？大家会不会购入这一次的16？那你们会挑选哪个机型、哪个颜色？欢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